如果你公司現在正在用着美國最強的那個 AI， 今天有個壞消息得先告訴你，你買的其實不只是算力，你還買了一個你看不見的開關，而這個開關既不在你手裡，也不在賣你的那家公司手裡。美東時間周五下午的5點21分，這個開關被人從外面按下了。一些估值衝着10000億美元去的公司，幾天前剛把全球最強的模型擺上貨架，轉眼就被自己國家的政府一句話對全球所有客戶全斷了。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這是美國在封鎖外人，防着外國對手。我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連他这些年一輪輪的融資背後的賬都翻了個遍。我的判斷正好反過來，這一刀砍得最狠的不是什麼外國對手，是按下開關的這家公司自己，是他腳下那座9650億美元的估值大山。今天我不站隊，不講誰對誰錯，就帶你算一筆賬。這一關到底關掉了多少錢，又順手給誰騰了位置？這件事跟你的關係比你想象的更大。你押注的 AI 公司，你公司天天在用的 AI 工具，從這個周五起，估值表和採購單裡都被迫的多了一項以前為0的成本。這項成本第一次有了真實的價格。先把這個周五下午到底發生了什麼給你擺清楚。按下開關的是美國商務部長，他親筆簽了一封信，發給 Cloud 背後的公司 Anthropic。信裡的要求說白了就一句話：你最新的這2款模型 Fiber 5和 Mesos 5，所有外國人都不許碰。注意，不只是住在美國境外的外国人，連住在美國境內拿着合法簽證的，甚至 Anthropic 自己那些不是美國籍的工程師，通通不许碰。你可能會問了，把那些外國人擋在門外不就行了嗎？幹嘛要全球關停呢？問題就出在這兒，這是個跑在雲上的服務，全世界每天幾億次的調用，像潮水一樣湧進來，它根本沒辦法在你點下回車那0點幾秒裡，認出每個請求背後的人到底是哪國籍。這裡有個法律上的講究，叫視同出口，意思是你只要把這種受控的技術給一個外国人用了，哪怕這人就站在美國本土，法律上也算你把技術出口到了他的祖國。一條幾十年前為硬件定的老規矩，這回被套在了雲端 AI 上，認錯一個等着的就是天價的罰款，甚至刑事責任。所以 Anthropic 沒得選，他只能把自己的大動脈直接掐斷，連美國本土那些付着大錢的500強客戶一起斷。從模型上架到被拔掉電源，滿打滿算72個小時，3天不到。他斷掉的是他最值錢的那塊肉。Anthropic 這家公司跟那些靠海量個人用戶走量的对手不一樣，他從一開始就專攻企業，把最複雜、最不能出錯的活包給大客戶，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這些企業。被關掉的這2款，恰恰是他壓箱底賣給大客戶的旗艦貨。能強到什麼程度呢？之前我們說過，做支付的巨頭 Stripe 拿它去搬一個5000萬行代碼的老系統，這活以前要幾十個頂級工程師幹上2個月，他1天就幹完了。就是這麼個印鈔機級別的東西，剛開張3天，連給老客戶免費試用的窗口都還沒走完，就被一紙命令清零了。那些已經把它接進系統的企業，那天下午集體傻眼，正在跑的程序一個個彈出報錯，自動化流水線當場卡死，每1分鐘本該進賬的現金流就在那個周五傍晚全停了。但斷供本身還只是台面上那一層，
真正讓華爾街坐不住的是這件事捅破了一個一直沒人敢算的數字。這個我後面慢慢攤開。講到這兒，你可能覺得不就是政府嫌它危險，臨時管一管嗎？但你把時間線往前倒幾個月，會發現一個特別耐人尋味的局面。就在商務部按下這個開關之前，五角大樓早就先對 Anthropic 動過手了。今年2月底，國防部把它定性成對國家安全有供應鏈風險的實體，等於變相拉黑，禁止他參與軍方那一大塊的 IT 採購，相關承包商跟他的合作也被限制。後來一家聯邦法院下了禁制令，暫時把這道黑名单凍住了，但這道政治裂痕實實在在的留在那了。軍方為什麼動手呢？是 Anthropic 不夠聽話，軍方要他把模型裡的安全護欄拆掉，好讓模型能用在不受人控制的自動武器上，用在針对本國公民的大規模監控上。Anthropic 這邊頂着壓力拒絕了。你品品這個畫面，同一家公司，同一套技術，2月份被國防部嫌棄護欄太多，不夠能打，一腳踢出採購名單。6月份又被商務部認定能力太強，太危險，一把前球掐斷。一邊嫌它太軟，一邊又怕它太硬，它就這麼夾在中間，左右都是牆。這說明一件事，在政府的眼裡，這東西已經不是普通的商業軟件了，它被當成了一種類似戰略武器的國家資產。要麼你乖乖的歸我用，要麼我誰都不准你賣。更有意思的是時間點，斷供之前10天，6月2號，白宮才剛簽了一道 AI 行政令，裡面白紙黑字的寫着，鼓勵企業自願合作，明確說不搞強制許可，不搞意見審批，一副對創新很友好的樣子。結果10天不到，商務部反手就用出口管制，這套冷戰年代的老工具，給他套上了最硬的許可枷鎖。嘴上是軟的，手上是硬的。同樣一件事，換個法律口袋裝，結論就完全反過來了。至于這次斷供的導火索，是另一家公司跟政府說，發現了一種繞過護欄的越獄辦法。Anthropic 反駁說，那只是讓模型讀代碼，挑出幾個早就公開的小毛病，別家模型不越獄也能幹。這個事情前面那期講過了，今天就不重複。今天真正要害的不是越獄有沒有水分，是政府只憑這麼一個理由就能在幾分鐘內在全球把一個上億人在用的商業產品直接關掉。但你以為這只是政府和一家公司的恩怨嗎？等等， Anthropic 被關停只是擺在台面上的那一層，真正值錢，真正會讓華爾街連夜改報價的東西，藏在他這1年多堆出來的估值裡。這本賬我們一步步的來算。想看懂這一關砸下去有多重，得先知道 Anthropic 現在站在多高的地方。跟你說過一遍，他這1年估值是怎麼坐上火箭的。2023年初，他還只是41億美元，到去年底615億美元，今年2月先是1830億，同一個月又衝到了3800億，到5月底，一筆650億美元的融資砸進來，投後估值直接幹到了9650億美元，一腳踩進了萬億的門檻，超過了老對手 OpenAI， 成了全球最值錢的私營 AI 公司。撐起這個數字的是他坐火箭一樣的收入。去年底，他的年化收入還不到100億美元，到今年2月140億，再到5月底已經衝到了470億。注意，這不是1年的事，是幾個月裡翻出來的。說白了，這就是一台被所有人公認的跑得最快的印鈔機。6月1號，他已經悄悄地把上市文件遞給了監管部門。什麼時候敲鐘，募多少錢還沒公開，
但市場普遍預期就在今年下半年，萬事俱備，就差一腳邁進公開市場。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最強的產品被自己的政府關了。現在你再回頭看這個周五，問題來了，過去華爾街給這種公司算估值，算的是什麼？算它模型多強，客戶增長多快，未來現金流多猛。這套算法裡藏着一個誰都沒明說的一個假設，就是它的產品能暢通無阻地賣到全世界，永遠在線。這個周五，這個假設被一刀劈碎了。市場突然意識到，原來這家公司最強的產品可以因為本國一樁政治判斷，在72小時內對全球清零，連他自己都攔不住。這就好比你買了一份號稱保你全球暢行的保單，付完錢你才發現，保單背面還有一行小字：本產品所在國保留隨時把它收回去的權利。這行小字以前估值表裡是不寫的，從這個周五起必須寫進去了。我把它叫做 AI 的主權風險。說白了，就是你這個產品的開關到底攥在誰手裡？你可能覺得我危言聳聽，一個政治風險能值幾個錢呢？我給你看幾個已經發生過的賬本。第一個 TikTok， 它在美國那塊業務，論市場、論算法、論賺錢能力，公允價值怎麼也得幾千億美元。結果在政治強制出售下，最後成交價被壓到了只剩140億。而且光是促成這筆交易的中介抽成就佔了差不多70%。在強權要賣你的時候，原來的主人是沒有定價權的。第二個，光刻機巨頭阿斯麥，它今年1季度的財報漂亮的發光，遠超市場預期。可財報一出，股價反而跌了6%。為什麼呢？因為投資人只盯着一個數，它來自中國的收入，因為出口管制從36%被砍到了19%。市場二話不說，給這家幾乎沒有對手的壟斷公司只打了20多倍的市盈率，活活的從他的骨子裡扣掉了2到3成的估值。只要头頂還銜着出口管制這把刀，市場就敢把它估值往死裡折價。這套折價是怎麼落到數字上的呢？很簡單，華爾街算這種公司是把它未來10幾年的現金流按一個折現率折現到今天。現在多了主權風險，機構會毫不猶豫的在折現率上再加3到5個點。別小看這幾個點，在10幾年的長賬裡這麼一壓，足夠把幾千億的紙面市值悄無聲息的抹掉了。其實這種事30多年前就上演過一回。1991年，有個工程師寫了個加密郵件軟件，叫 PGP。因為加密強度太高，美國政府竟然按未经許可出口军火來調查他，把一段民用的代碼當成了跟導彈同級別的軍需品。那場仗最後，政府沒真把它關進去，可它傳遞的信號清清楚楚。一項技術只要強到讓國家睡不着覺，它的命運就由不得發明它的人了。時代變了，劇本變了，只不過當年那東西是寫在軟盤裡的代碼，泄露出去就追不回來。今天這東西是跑在雲上的服務，政府一紙命令，幾毫秒就能在全球熔斷，乾脆利落。這才是這一代 AI 公司真正的新風險。它越強，越像武器，就越可能被他自己的政府當武器一樣鎖起来。這裡我得說句公道話，免得你以為 Anthropic 是個無辜的受害者，他可一點都不無辜。看過我6月12號那期的朋友應該記得，就在斷供的前幾天， Anthropic 自己還在到處的遊說，請政府立法，給政府一個權利，去叫停那些他口中危險的模型。他當時打的算盤是，這把刀只會砍向那些追不上他的对手，幫他砍出一條
只有自己跨得過去的護城河。結果呢，刀政府是接過去了，可第一下就砍在了他自己最強的那條腿上，而且還不是從他設計的那扇門進來的。他想要的是一套他覺得自己穩過的安全審查，真正來的卻是一紙他根本沒料到的出口管制。所以他花了3年，用一套安全系式垒起來的護城河，今天反過來成了套在他自己脖子上的繩。我在那期結尾留過一個問題，他到底是給大門裝了一道防盜門，還是給整個行業的門換了一把只有他自己有鑰匙的鎖呢？現在答案有了，鎖是換了，可鑰匙根本不在他手裡，在政府手裡。招股書上寫的護城河會過期，可這種攥在別人手裡的開關不會過期。講到這兒，你可能還在想，這是大公司大資本的事，跟我一個普通人有什麼關係呢？別急，下面這筆賬會直接落到你公司的採購單上，落到你每個月付的賬單裡。這個周五被改寫的其實不只是一家公司的估值，是全世界企業買 AI 的規矩。你想想看，以前一家公司挑 AI 模型盯着2件事，誰更強，誰更便宜。從這個周五起，所有的技術負責人被迫的要多算第3筆賬，這個供應商會不會哪天因為他本國的事突然就給掐斷了？這件事的概率以前大家默認是0，現在不是0了。這就好比一家工廠用電，以前你只比電費便不便宜，現在你得先問一句，這電穩不穩，會不會突然停電，我要不要自己再備一路備用電源。 AI 從一種你買了就一直擁有的資產，變成了一種隨時可能被掐斷的租用服務。你還得往大里想一层，一座城市的電要是全靠一座電厂供着，這座電廠就成了整座城市的命门。它一跳闸，不是一棟樓黑，是整片城区一起黑。AI 也是这個例，當一大片公司都把最要緊的活壓在同一個最強模型上，這個模型就成了整條產業鏈的總開關。它一斷，不是一家公司停擺，是一串公司跟着停擺。這才是這次斷供真正讓企業警覺的地方。他們怕的不只是漲價，是發現自己的整條命脈原來掉在別人的一個開關上。這種焦慮不是我憑空替你擔心的，是數據已經擺在那了。硅谷的頂級風投 A16Z 做過一份針對100位大企業技術高管的調研，結果顯示，到今年已經有37%的企業在實際的生產裡同時掛着5個以上的 AI 模型，去年這個數字還只是29%。就是這家被斷供的 Anthropic， 過去1年在企業裡漲得最猛，越來越多的公司把它用進核心業務，越是用得深，這次被掐斷時摔得越疼。為什麼養這麼多呢？說白了就一個字，怕被一家供應商鎖死，怕哪天他出事，自己整條業務線跟着癱。還有一層是錢，簡單的活用便宜的模型，難的重構才動用最貴的前沿模型。光這一項就能省一大筆，多掛幾家原本就是精打細算的結果。這次斷供被業內人直接叫做一次終極的叫醒服務，而企業對他的那點不放心，其實根本不用等政府這道禁令。就拿他最大的分銷商之一微軟來說，早在 Fab 5剛發布還沒被關停的那幾天，因為 Anthropic 要求把所有數據留存30天，微軟怕自家的機密外流，24小時之內就禁止自家的員工用這個模型。可他轉頭又允許付費的外部客戶自己擔着風險去用。一家公司一邊禁止自己員工用，一邊賣給別人用，
這個擰巴的畫面，早就把企業對單一閉源模型那點信任照得清清楚楚了。而且這道坎對金融、醫藥這種行業是直接致命的。他們買 AI， 合同裡白紙黑字的寫着，數據絕不能外流，服務絕不能中斷。誰家模型敢單方面改政策，敢有斷供的前科，在採購第一輪就被一票否決。供應連續性对他們不是加分项，是生死線。那這筆賬最後誰來付呢？很簡單，企業為了不被掐脖子，要麼多養幾家供應商當備胎，要麼捏着鼻子接受更貴的報價，買個安心。這些多出來的成本最後都會順着賬單一層層的傳到用這些服務的公司，再傳到你我這樣的終端頭上。幾個最直白的例子，你常用的某個軟件、某個客服系統，背後可能就接着這些模型。它的供應商為了避險多花的那筆錢，最後多半會攤進你的訂閱費裡。所以這件事最反常的地方就在這兒。美國想把最強的 AI 牢牢地鎖在自己的國門裡，結果這一鎖，反而可能親手把全世界的需求往另一條路上推了一把。那被推上的那條路，是不是就意味着別人要彎道超車了呢？這裡我必須潑盆冷水，免得你說是帶節奏。這件事給的根本不是技術上的彎道超車。一個模型的彈弓不會讓追趕者的訓練能力一夜變強。那些真正難啃的硬骨頭，先進封裝，集群穩不穩定，生態夠不夠厚，一個都沒少。你把一套花了幾年專門為某一家模型調好的系統搬到另一家上，光是重新適配、重新測試，就夠工程師熬上幾個月了。期間效率還得打折，這些成本斷供一天解決不了。他給的其實是另一樣東西，一張需求側的信任票。說白了，當全球客戶開始掂量，是用最強但隨時可能斷的，還是用夠用但穩定可預期的？天平的支點悄悄挪了一下，這不是誰的技術贏了，是市場的信任開始重新分配。我反覆講過一個詞，叫信任赤字，說的就是當效率不再是唯一的標準，誰更讓人放心，誰就更值錢。這次斷供等於把這4個字狠狠焊進了每一個企業客戶的腦子裡。這個判斷不是我拍腦袋而來的，研究機構幹哪預測，到2027年會有3成半的國家和地區把自己鎖進本土的区域專屬 AI 平台裡，各國寧願花更高的成本，用稍微差一點的東西去換一個不會被別人隨時關掉的確定性。同一份預測還說，到2029年，各國會被迫的把至少1%的 GDP 砸在本土的算力上。一個原本全球通用的 AI 市場，正在悄悄裂成了2套并行的體系。這就是這件事真正的連鎖反應。它不發生在誰的實驗室裡，它發生在全球客戶的採購單上。但話說回來，這張信任票能不能接得住是另一回事。夠用、穩定、可預期這幾個字比任何一張跑分榜都難拿。能不能交出這張卷子跟誰的參數更大真沒什麼關係。我們把視角再往上拉一層，過去我們都以為 AI 公司比的是誰的模型更聰明，誰的參數更大。可能我們一開始就看錯了重點。決定一家公司能走多遠的，也許根本不是它的算法，而是另一個更朴素的問題：你這個產品的開關到底攥在誰手裡？當最強的能力隨時可能因為它出生在哪個國家而被關掉，出生第一次成了估值的一部分。過去一家公司最怕的是技術被人追上，
現在他得多怕一件事，怕自己被自己人關掉。這套邏輯今天套在 Anthropic 頭上，那明天呢？那些同樣把最強能力壓在一個國家裡的公司 ，OpenAI、Google 是不是也都得重新算一遍這筆賬呢？所以下次再看哪家 AI 公司在發布會上吹它的估值多高，模型多強，你先別急着激動，就多問一句，它這個開關攥在誰手裡？會不會哪天說關就關？把這一句問清楚了，比聽他講100句的願景都有用。最後，我也想聽聽你的判斷。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採購，你願意為一個永遠不會被關掉的 AI 多付多少錢呢？評論區聊一聊。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